大家好，我是周文强老师，欢迎来到今天的财商训练营。世界上最神奇的24堂财商课，今天是我们的第19堂课，第19讲是我们的财商4大能力之法律。今天的主讲嘉宾是周老师的法律顾问，是我们整个汇成集团的法律顾问，我们的李大壮老师。掌声有请我们的大壮老师闪亮登场。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商训练营。周老师呢曾经说过，这个财商有一个最核心的能力啊，就是法律。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法律与财富之间的关系。首先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Jeff 姐夫啊，很多朋友叫我姐夫曾经呢也参与过这个3家公司的这个 IPO 3家公司 IPO 我持有这个全国的这个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也持有这个深交所的这个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董秘资格证我曾经呢在这个五彩英业卓越教育舒克我也是汇成集团的这个法律顾问。这个呢是我的一些简要的介绍。其实呢很多朋友对于这个法律可能还觉得会比较遥远，或者是相对而言会比较陌生对于财商界的这个很多朋友而言。但往往呢其实法律在财商这个角度来看它真的是非常的重要。但往往呢很多朋友呢都是出了问题以后才意识到这个法律非常重要或者说你可能现在懵懵懂懂当中你可能做的一些事情它现在就是有风险的，但往往你现在不自知。就你现在做的事情往往风险很大，但你现在不自知，等出了问题以后你才反过来你才发现原来我做的这个问题做的这个事情问题很大，风险非常大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我肯定不这么干这是我们遇到太多这样的问题了。特别是我们要讲的今天讲的这个第一个问题，资金盘很多这个玩财商的朋友来咨询我们的时候，我们一看这个项目，我们看你这个大概率 99% 你遇到资金盘，你被骗了。但是讲这个话这个时候已经太晚了，回不来了，对吧？钱已经投出去了，你这个损失已经产生了，你要去追这个损失非常难。所以呢我们这堂课价值千金这个虽然是财商训练营讲法律，但是这个真的是价值千金我们可能没有给你直接的产生一些收益，但是我们往往为你节省了很大的成本损失，或者说为你挽回了你的青春，对吧？你不会失去自由。好，我们来看今天第一个大的问题，容易出现资金盘的这个项目的类型有哪些，应该如何鉴别。第一种也是大家比较常见的投资原始股，对吧？很多朋友都说我有一个朋友，我做什么项目，他的公司去了美国，是吧？这个证券市场要上市了现在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买他的原始股。来问我们的时候，我们一看是对他提供的材料都是对的，没错。但是大家对于这个资本市场也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美国我们现在比较常见的这个上市的这个交易所呢，一般是纽交所和纳斯达克，对吧？纳斯达克。其他的一些证券交易所呢，其实大家不要过于太多的相信就类似我们国家有很多的产权交易所但大家其实不知道不是说挂了牌就等于上市了，不是的，流动性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的资金路径。所以呢投资原始股这个项目类型要鉴别的话，你最根本的就是看它的这个资金路径和这个是否登记。怎么说呢？如果你投资的这个项目是在我们国内，那么投资原始股的资金路径只有2种，也就是说你要投资原始股，要么你是受让了原来老股东的股份，对吧？转老股，我的资金路径我一定是把钱打给老股东，老的股东登记的股东或者是背后的真实股东转老股。第二种呢就是增资，当然我们更推荐的一定是第二种增资是投资行业当中，或者说投资的这个方式当中是最常见的也是最有效的。那么你的资金路径呢，就是直接给到这个公司，直接打给这个公司，而且你的备注一定是投资款。
对于这个公司做账而言，你的这个资金一定是有一部分要作为这个注册资金啊，要作为注册资金，所以你在股东名册里面是有你的啊，有一个股东名册要做登记，当然更多的是要做工商登记，除非你是代持，那代持的情况我们另说哈。所以呢，投资原始股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你要去衡量你的投资路径加你的这个登记啊，当然具体的情况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去鉴别啊、甄别啊。第二种类型啊，这个容易出现资金盘的也是近几年非常常见的，就是这个数字货币交易，对吧？我们现在一般不叫数字货币啊，货币这两个词实际上是我们国家是肯定不会承认的啊，包括很多国家都会不承认的，它只是数字资产啊。目前我们国家的法律对于像比特币啊、以太坊啊这一类的这个数字资产啊，它是认可它的这个财产属性啊，财产属性是予以认可的，但是货币属性呢是绝对不能认可的。所以当大家你要去投资这个数字资产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如何鉴别呢？你要看它的这个共识规模和它的实际应用。怎么理解呢？共识规模，我们举以太坊，对吧？那大家整个全球的这个数字资产的这个投资者，对于以太坊的这个投资，或者是对于它的各个共识，大家是有普遍的认知的。它的这个共识圈、共识规模是非常大的，所以而且它是有实际应用的，对吧？这个是你通过互联网的一些信息，大家是可以了解到的，它是有实际应用的啊。它的这个项目白皮书和项目方，它是真真实实有在做事情的。所以呢，你通过这个共识规模和实际应用，可以去判断这个数字货币的这个种类，因为现在数字货币的种类太多了，对吧？几万、几十万种的这个数字资产，哪一些是值得投资，哪一些是不值得投资，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最重要的是 ICO 的这种盘不要去参与，也就是说这种私募的盘，就你把钱直接打给这些发币的人，私人的，而且他的币是没有共识规模和实际应用的，那这一种呢是我们国家明令禁止的。当然这个做数字资产的这个交易，你的这个资金路径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只是个人与个人之间，比如说你手上有100个以太坊啊，我去向你购买你的这个数字资产，我去买你的这个以太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如果真实的交易哈，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是比如说你是一个专门兑换币的，甚至你是帮交易所，你是交易所的代理，或者说你是交易所里面的某个工作人员，那这个是我们去年国家这个十部委的这个文里面明令禁止的啊。你比如说你做中间方，你去赚这个巨额的差价，那么实际上你这个一个是它禁止，第二个你的这个整个你的资金的这个流水啊，也就是你的出入金啊，会导致你的这个个人银行卡也是非常容易被冻结啊，这个是非常有问题的。所以做数字资产交易的这些伙伴呢，一定要非常注意。那么第三种呢，就是外汇交易。现在外汇交易越来越多，对吧？平台也越来越多，大家怎么鉴别和甄别呢？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注意你的这个平台的合规性。外汇交易本身并不违法，但是呢，有很多的这种外汇交易的资金盘，也就是假的这种平台，这个是很防不胜防的，对吧？但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就是说你的钱给谁，这是非常关键的。如果你的钱是给到这个平台的，也就是说相当于你就是国内炒股，对吧？你在国内开一个证券公司的账户，你把股票放到银行，银行跟它有个三方存管，那这个没有问题。你在境外开一个这个外汇交易的平台，然后你在境外出入金也是合规的，然后你做这种外汇的交易，这个没有问题。或者说你把你的账户委托给专业的第三方去做交易，这个也没有问题。但你把钱如果给到张三李四，那张三李四是不是拿去做交易，你这个要存疑哈。所以这个是外汇交易啊，大家要擦亮双眼。而且外汇交易有一个非常容易触犯的点是什么？很多做外汇交易的，目前我们发现有很多是有传销性质包括数字资产拉一些人来投了以后，你有多少的佣金，级别是怎么样，对吧？第四种的商业模式的创新这个非常难鉴别，当然这个要综合判断。我们举个例子，
你看有很多的项目他会自己称自己是这个有国企的背景啊，或者有这个国资的背景，央企的背景，对吧？你通过企查查一查，还真的是，对吧？比如说这个例子，他一查，通过天眼查、企查查啊，一查农业部持股，对吧？农业部持股，真实的吗？真实的。你通过这个企查查和天眼查，真实是这么一个状态啊。包括这个也是，对吧？这个之前有一些做商城的，对吧？有返利啊，商城的返利啊，然后做这种商业模式怎么创新啊，然后说这个是央企的一个项目啊，然后你通过企查查一查，天眼查一查，真的是，对吧？这个比如说这个中国蓝田总公司，它是农业部控股的100%，没错吧？没错。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里面有蹊跷？因为但凡有点常识的人，或者说你稍微懂点法律，你都知道政企分离这个问题，对吧？目前我们国家比如说政府他去参与到企业经营，或者说他去控股企业，他会用这个直接部委去持股吗？不会吧。国资委大家应该都听过吧，对吧？什么县的国资委，什么市的国资委，省的国资委，国家的国资委，这个就是我们的蹊跷所在。所以农业部一般都不会直接持股的啊，是通过国资委去持股的，政企分离的要求来的。所以呢，这个蓝田总公司你会网上稍微搜一下，你都会发现原来很早以前它就已经与农业部脱钩了啊，脱钩了。只不过呢是这个工商变更的这个手续还没有办理，而且它过程当中有很多关于一些，比如说这个职工的一些处置问题啊，资产的一些处置问题啊，它可能还没有办理完成，所以呢它导致了目前的这个现状啊，导致了目前的现状。但实际上这个公司跟农业部是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所以呢，中国蓝田总公司下面有非常多的子子孙孙的这个公司，包括他子子孙孙自己又投了很多子子孙孙的这些公司，他都会说我自己是这个农业部100%控股的。你通过这个企查，这确实是这个状态，他也没有说谎。但是呢，你要擦亮双眼，这个东西它可能就有蹊跷啊，有蹊跷。你一定要去看它真实的这个项目的一些合规性。并不是说一定有问题，但你一定要看它的合规性。你要看它这个项目，就它介绍的这个内容只是一个包装的一些东西，它背后并不一定是它所包装的那个说法说辞，对吧？核心还是要看你的项目。那么第二个常见的大的问题大类什么是传销，对吧？很多人自己做的事情是传销，但是他自己不知道怎么认定。其实传销呢，它分2大类，一种是经营性的传销一种是诈骗性的传销。经营性传销怎么理解呢？就是说你这个事情并不违法并不违反刑法，对吧？你只是违反了这个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工商管理的一些规定它是经营性的传销，当然也是禁止也是违法的不允许的。那什么是诈骗型的传销呢？诈骗型的传销呢，它在刑法里面呢是和合同诈骗罪是放在同一个条款里面。所以呢，它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是骗取财物。那么怎么样认定传销呢？法律上规定上它就3个标准。第一个，拉人头拉人头，不断的拉人头。第二个，入门费，我拉进来的人你要交一个入门费，你才能够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第三个就是团队计酬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级别。但是通常来讲在这个认定当中它这3个其实非常容易去达到，但达到并不一定等于传销并不一定等于传销。核心还是要看你的利润来源。如果你整一个这个模式下，你的利润来源是来源于你的产品的差价，来源于你的产品利润，而不是来源于你拉人头和入门费的一些这个费用，对吧？那么你的这个少级别的，比如1级或者2级这种团队计酬，它不一定会被认定为传销。当然你的级别多了，超过3级了，你一定是，对吧？超过3级的大部分都是